也就是说，从你6年前进场到2个月前，江源化工总厂一直在利用这些管道偷排废水，直到1周前，江源化工总厂为了掩盖事实，他们拆除了这些管道，是这样的吧？是的。好的，审判长，原告方的问话完毕。好，被告代理人，有什么问题要向证人发问？好的，审判长。证人，你于1月13日晚间在江云排污车间作业，之后发生了什么？发生了意外，一节管道掉下来，正好砸中了我。这次意外造成你的残疾，导致你的胸部以下全身瘫痪，是不是？当你知道后，你的心情如何？你是不是很怨恨？你瘫痪了，你不恨吗？没错，谁摊上这样的事，谁能不恨呢？所以你把这次单纯的工伤意外归咎于江云化工总厂，是不是？你想通过诬赖化工总厂发泄你心中的不满，是不是？我没有。你有。审判长，我这里有一份材料说明，是江云化工总厂的厂长水卫红写的。他说，在证人发生意外之后，他们第一时间与证人去协商了赔偿事宜，很可惜没有达成一致。证人还要扬言说要化工厂付出代价。证人，你所说的付出代价是不是今天的诬陷？不是这样的，我说的都是真的，是你在撒谎。到底是谁在撒谎？你刚才所说的只是你的一面之词。你处心积虑地诬陷化工总厂偷排污水，就是为了多从工厂里得到一些赔偿，就是为了满足你的个人欲望。被告代理人，请你控制好你的情绪，还有言辞。听清楚了吗？对不起，审判长。证人，你有证据可以证明你的证言吗？还要拿证据来证明我说的话？我拿什么来证明啊？审判长，被告代理人问完了。证人退庭。审判长，我这里有一封联名信。1月13号晚上，参加拆除作业的8位工友的证言，他们全都证明，当天晚上他们确实拆除了江云化工总厂排污车间的排污管道，而且根据他们进场时间的不同，他们都证明江云化工总厂一直在利用这些管道偷排污水，其排污设备基本不用。而且他们还证明，1月13号晚上，他们受厂长水卫红的指示，将这些排污管道拆下来之后埋在工厂后面的土丘下面。原告方根据联名信挖出了那些管道，并且拍照存证，请合议庭一并过目。执行法警将信件呈上。这8位工友啊，在得知证人愿意出庭作证之后，他们也答应出庭作证。他们担心的就是被告方抵死不认，担心被告方用证人的伤情来攻击证人，所以他们联名写下了这封联名证书。联名信的最后一位，也就是江云上次请上庭的那位误操作排污设备的技术人员，他承认，当天在庭审上，他确实撒谎了。他从来就没有误操作过什么排污设备，都是厂长水卫红逼他那么说的。而且，他愿意再次出庭作证。第一被告代理人，你对于这封信有什么质疑的吗？暂时没有。第二被告齐州市环保局代理人，你有什么质疑的吗？没有。由于本案出现了新的证据，本合议庭决定
暂时休庭。你们刚刚有没有看到陈叔的表情？就像吃了只苍蝇一样，真是太解气了。钟律师的这证据一拿出来，他就彻底的哑火了。对，现在啊，审理已经结束了，我们合议庭啊，尽快的宣判啊，确立这个赔偿关系，好让这个老百姓呢尽快的拿到赔偿款啊。好，罗总已经在屋里等你了。罗总，陈述到了。罗总，这2天，全国3大网站都在报道江阴化工厂的事情。再这么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对我大工集团非常的不利啊！我想用不了几天，等吴叔叔、林阿姨知道这件事情的话，那就不好玩了。这个，罗总，这次的案子实在是……你有话快说，有什么办法尽快了结这件事情？你告诉我。我想现在只能做庭外和解。怎么和解？我们可以跟他们商量，我们也提出一些条件，与他们达成一份息事宁人的和解协议。就这样？当然，赔款是最好的方式。可你有没有想过，这赔款是多少数目？大工集团承受得了吗？如果对方死缠烂打，揪着你不放怎么办？狮子大开口怎么办？罗总，事到如今，我们只有弃车保帅了。可是你千万别忘记了，事中院里还有一个齐衡。这事他能答应吗？能通过吗？罗总，他答不答应不重要，只要原告答应就行。当然，还需要您去相关领导那边吹吹耳边风，给他一些压力，这样可更有利于我们达成协议。我不同意。哎，钟律师，钟律师，这还没说2句，你怎么样走呢？坐下说，坐下说什么呀？这份协议我方是不会同意的。哎，你先回来，我们慢慢再商量吧，对吧？再说说啊。商量什么呀？商量？好，你说。行，你看啊，你提出的要求我们都答应了，不但如此，我们还每人多赔10万块钱。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吗？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打算什么吗？自本协议达成之日，原告任何人不得接受媒体采访，不得公开表明自己是环境污染受害者，不能对外表明或者暗示自己的患病与江云化工总厂的生产废纸有直接关系。你们这是在撇清关系。怎么了？事已至此，到现在了还不肯承认你们的犯罪事实吗？钟律师，这有没有犯罪啊？法院判了才能说。我们之所以答应达成庭外和解，也是出于人道主义考量。江云化工总厂作为江县的龙头企业，对村民也是负有一定道义责任的。我们既然在江县赚了钱，那么拿出一部分作为村民的福利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你非要说村民得病是江云化工干的，那我方是不会承认。好啊，那我们就等法院判吧。首先，
法院判了，你们每个人就拿不到那多出来的10万块钱。其次，法院判决之后，执行起来也是一个很冗长的过程。钱真正到村民的手上，那也不知道是猴年马月。所以，我希望只要你答应调解，我保证，我的委托方可以马上把钱打到账上。这样，钟律师，咱们先坐下啊，咱们就这个条款呢，咱们再协商一下。不协商，我方不同意。哎，钟律师，钟律师，钟律师，我看陈律师，今天我们就到这儿啊，改天我们再约一个时间再协商一下啊。这脾气有意思，先走了啊，行，钟律师。钟律师，钟律师，生气了，啊？这样，咱俩聊聊。聊吧，走，啊，来，啊，坐。哎呀，消消气儿啊！你不是想劝我接受那份协议吧？他们这份协议啊，你别说啊，有掩盖的用意啊。何止是用意啊，是明目张胆的为自己开脱。这个，黎明啊，我想问你啊，你为这个码头村的村民打这个官司，你为了什么？为什么？为马头村的村民讨一个公道。那我问你啊，这个公道，你讨到了吗？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他们答应赔钱了，是不是？而且还答应多赔一部分。你是想劝我见好就收？祈愿，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啊。我不见得是你想象的那种人，啊，我知道你想什么，啊，你想叫这个江云呢，对自己的这个行为负责，你还想叫社会啊，还有老百姓都知道江云化工厂，它呢这个污染环境，害了人，你同时呢还想叫这个其他的企业和整个社会，啊，给予警示还有威慑的作用，对不对？知道了还来问我？但是我想跟你说的是啊，你如果要是达到庭外和解了，不见得这个社会上就听不到你的那种声音。如果和解了，给钱了，啊，那也不见得所有的老百姓啊，就都认为这个江云化工厂啊，活菩萨、大慈大悲的大恩人。那为什么不能通过白纸黑字把他们的过错，不是罪过明确下来呢？这个有时候啊，这也是我们法律人啊矛盾的地方。我们法院啊做的每一个宣判，尤其是民事的判决，因为我们最根本的出发点是什么？最根本的出发点是尽快，啊，尽最大的可能给这个被害人呢争取到最大的权益。你好好想一想，这些东西对于码头村急需用钱来保命的、来治病的人来说，啊，那祈愿我问你啊，法律到底是正义的审判，还是只是伤害的赔偿？到底哪一个比哪一个更重要？你说。李明，你说的这个呢，我想是不是码头村老百姓啊眼前急于解决的？你的这个问题啊，我想也没有人能给你完美的答案。不知好歹的东西，居然拒绝了我的提议。陈叔，你不是向来很有办法吗？还有过不了几天，判决书就下来了。你说该怎么办？娄总，这不是还没有判吗？
只要咱们在他临门一脚的时候给拦住了，我们就有起死回生的可能。说的简单，临门一脚怎么踢？我们可以借江县县政府的手来拦。混蛋，才刚进去2年，就保外就医了。不过也好，你出来了，我就能把你查的底儿掉。忙着呢。啊。哎，轮儿。哎，看看，咱们的项目策划，数据中心呢就建在江县。江县就是那个山高石头多的地方。嗯，哎呀，你懂什么呀？数据中心就应该建在这种地方，又便宜又安全，不就是放几台主机吗？是不是？你没看那美国大多数银行都把那数据中心建在那个内华达沙漠底下，那多偏呢？你是老大，你觉得 OK 就 OK 了啊？怎么我是老大呀？董事会都签字了，还我老大？苏涵，他也是咱们的董事。苏涵，你不认识吗？外表冷若冰霜，可他的内心呢，说不定奔腾着一只小野马呢。哎，那你有他的联系方式吗？比如手机号？哎，伦儿啊，你是不是在牢里憋坏了呀？啊，你脑子秀逗了吧？我告诉你啊，你可千万别乱来啊！万一撩妹不成反被涮，你我都得完蛋啊！不是大哥，不是你一直告诉我们每天早上要对着镜子说3遍“你最棒，你最棒，你最棒”吗？怎么现在觉得我不棒了？行，你棒，行了吧？不是，但是我是真不知道他电话号码是多少。哎，想起来了，下午那江县有一个招商会，就是技术开发部门那一类的，引资什么酒会什么的，我没时间。要不你去？啊？我去。你最棒，最棒，最棒。走了。好，来，最后，我祝各位企业代表和企业负责人，在每一个新的年度，生意兴隆，宏图大展。也请各位多多的投资入驻我们江县即将投入使用的远郊工业园区。来，大家举杯，来，干杯！你们慢慢吃啊，吃菜，你们也慢慢吃。啊，梁先，哎，来，坐。罗总，坐。今天您能亲自光临我们江县的招商引资会，我们真是荣幸之至啊。刘县长客气了。其实咱们江县啊，这个远郊工业园区即将开园了，我们大工集团也是非常关注的。是。咱们蕲州呢，之前有几个大的工业园区，随着成本不断的上升啊，它的优势已经失去了。反而我们远郊工业园区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所以
我们大公集团也在考虑能不能在这儿做几个项目。哎呀，罗总啊，您的这一席话呀，就是我们江县老百姓的福音啊！什么都别说了，来，我敬罗总一杯。哎，等等啊，其实我是有顾虑就比方说那盘菜里的鸡在江县办养鸡场其屠宰会不会符合这个人道主义精神？也会不会有动物保护组织找上门来？哎，老总，以至于这养鸡场就很难办下去又比方说那道菜里的鱼，在江县养鱼，这鱼塘是否符合环保标准？会不会因为超了标而受到处罚，以至于这养鱼场也很难办？罗总啊，您这个就不用担心了我们江县的政府一定会考虑到每一位投资者的利益的。其实我不是怀疑我们江县对于经济发展的决心只不过就像上次那个案子，到现在还没有结束，孰是孰非呢，也很难说行了，我们不聊这些了，我先敬一下刘县长。好，来。罗总的领带就定我昨天选中的那一款，明天尽快给我送来。好。哦，对不起，对不起，实在对不起，不好意思啊。贺副局长，我现在真的想知道，码头村村民告你们市环保局的个案子究竟怎么样了？恐怕……哎，你别急我好不好？你倒是说呀！恐怕要输啊！我跟你讲，这事儿就怪那个市中院的齐衡，就是他不同意庭外调解。非要让环保局和化工厂输，我是想尽了各种办法，就是不行啊！我跟你讲那化工厂的高管可跟我说了，如果这回官司输了，人家就关厂走人，到时候吃亏是谁吃亏的是江县的老百姓，生病的只有30多个，到时候失业的可是上千人。那这个案子什么时候判呢？大概就这几天吧。不过，哎，你到底有什么？你说呀，不要吞吞吐吐的好不好刘县长这个案子到现在不是没判呢吗？我琢磨着，咱们可以最后争取争取。这就像踢足球，如果把那个临门一脚给打出来了，我们就可能有反败为胜的机会。怎么打？你这个局长跟我明说了吧。这就需要刘县长你出面去找市委的吴书记，你当着他的面把江县的苦水好好跟他倒一倒。你让我想想。好，怎么样了？贺斌说了，按刘县长的脾气，明天他一定会去找吴书记的。那就好，我们就等他们的结果吧。
你为什么用刚求的手机打电话？我的手机今天丢了。丢了？怎么丢了呢？赶紧找啊！我会尽快找到的。喂。哦，好的，那我马上过来。太好了，太好了！钟律师，真的要谢谢你，我们大木终于有救了。医生说什么时候可以做移植手术啊？那个病人的家属已经签字同意了。好啊。但是这医生说了，如果这判决书不下来，还是不能把腰子接给我们大木。今天马上就要开庭了，宣判书就能下来，这个你不用担心。真不担心。这医生还说了，这腰子啊，从捐献者的身上一直到移到大木者的身上，这腰子只能存活5个小时。钟律师，5个小时判决能下来吗？现在是9点，5个小时是下午2点，没问题。这样，现在我就去法院等待宣判，第一时间给你们把宣判书带过来，好吧？好。请各位遵守法庭秩序，相关人员将手机等通讯设备关闭，谢谢。带充电宝了吗？还是没有人接啊！你说这都临开庭了，齐院他跑出去接谁的电话？我怎么有种不大好的预感？别吵吵。刚才市委来电话，让齐院马上过去一下，不知道什么事情。原来齐院接的是市委的电话。进来。朱书记，齐院长来了。好。启宏啊，你干嘛去了？给你打电话怎么也不接？我呀着急出来，那电话落法院了。什么事儿，吴书记？我那儿等着宣判呢。先给你介绍个人，这是江县的县长刘伯云同志。啊，齐院长，您好，你好，你好，你好。刘伯云同志跟你有话说，我这儿就暂借给你们20分钟。吴书记，你们抓紧时间啊，我这儿还有事儿。齐院长，我是来向您负荆请罪的。您这是？江云化工总厂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这个江县的父母官难辞其咎啊！我请求您惩罚我这个县长。刘县长，您这是什么意思？齐院长，我请求您看在我们江县政府的苦、江县政府的情，也就是江县政府的苦情的份上，不要判江云化工总厂和市环保局败诉。您要判就判我这个人，等一会儿我就向吴书记请求降职，甚至是撤职，我自愿让出县长这个位子。刘县长，我听的都有些糊涂了。这国有国法，家有家规，这个法院判决啊是按流程走的，不能稀里糊涂的就这么通过。齐院长是不能稀里糊涂的通过。来，您坐，我跟你详细说说。来，坐。齐院长。我刚才跟您说的，是我当县长的一份责任。您知道，江县曾经是全国著名的贫困县，这里的老百姓就是靠着那一点点可怜的务农收入来养家糊口的呀。直到10年前，
江云化工总厂在这里建了厂子，才改善了全县人民的生活水平。这里的老百姓就是靠了这个厂子赚了钱，改善了物质条件，他们的子女才受到相对公平的教育，才改变了他们一生务农的命运啊！是，刘县长，这个我明白。那么，曲院长，您就更应该明白，江云化工总厂对江县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啊！它不仅仅是一座化工企业，它还是一个标杆呢。它的存在对境外想投资办厂的企业是一个巨大的引领和召唤。他们看着江云化工总厂在江县成功了，他们就会群起效仿，到江县来投资办厂了。如果江云化工厂为了这个案子关停了、走人了，那么他们看了以后会怎么想啊？他们就不会到这里来投资办厂了，因为他们担心同样的命运会落到自己的身上啊。曲院长，如果他们都不来江县投资办厂了，那么江县的经济就垮了，那么江县的老百姓就又要退回到那穷困潦倒的苦日子中去了呀。刘县长，可是发展经济不能牺牲环境啊！都有一些村民啊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难道还不能警醒我们吗？曲院长，您说的这个我也非常的痛心啊。您说的对，但是发展经济就可能有些牺牲啊。如果不是环境的牺牲，那么也许是其他的牺牲。我们不是有这句话吗？先建设后治理。如果我们建设起来了，出了什么问题，我们积极的修补啊，我们积极的治理和整顿呐。如果经济起不来，社会就不能发展呐。如果像过去那样，环境再好，能挡得住一场饥荒吗？能挡得住一场瘟疫吗？能挡得住那些坚船利炮吗？我的齐院长啊！刘县长，你说的这个牺牲啊，我能理解。可是那么多国家都已经有先见之明了，我们应该吸取教训啊！是，不能让一些无辜的人，甚至是我们的下一代白白的牺牲，对不对？齐院长，您刚才说的对呀，牺牲没有白白之说呀。只要为了民族的大业，任何牺牲都是有价值的呀。作为一个拥有数千年文明古国的公民，今天为祖国的伟大复兴就应该有点牺牲精神。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愿意第一个做出这样的牺牲。齐院长，请您判我的刑，哪怕是判我死刑，我都绝对不跟您说一个不字。我只祈求您保住江县的一方经济呀。齐院都已经走了2个小时了，怎么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一定又是出什么幺蛾子了！哇，真是急死了人了！冷静，别急，急也没用。我们现在只能静观其变。你们院长呢？钟律师，你不在法庭待着，你跑这儿干嘛？上厕所不行啊。齐院长呢？他去市委办公室了。赶紧联系一下他。马跟木等着判决书下来做肾脏移植，下午2点钟必须手术。赶紧联系一下他啊！好。哎，刘元阳，你想办法打一下市委秘书处，让他转接一下。我现在就打。老刘，你刚才那个话有点过了啊！吴书记，我也是急得没有办法了呀。原则呢？那不能胡说八道。喂，君安，咱们到底开不开庭啊？刚才钟律师来说，马跟木他们现在等着咱们的判决书做肾脏移植，最迟下午2点半必须手术。君安，怎么了？君安把电话挂了。老刘啊，你的爱民之心，说实话，
我是深受感动。可是祁恒同志是有名的硬骨头，他的原则性是很强的。我的吴书记呀，您是市委书记，您要是想真让他听，他还能不听吗？不对，老刘，学习要跟上，一切要以法律为准绳。吴书记啊，这件事情刻不容缓呐，我着急呀。做好了，像话吗？全体起立。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历时1个半月的码头村3水为苏民诉江云化工总厂非法排污及齐州市环保局监管不力所造成的人身损害的案子，今天终于一审完结。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码头村3水为公民胜诉。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静静的等待钟律师的到来，看他对这个案件有什么想法。哦，你就这样撇下吴书记，自己回来啦？是啊。那你这次是不是彻底把他给得罪了？是啊。当时情况紧急，齐院肯定是想救人要紧。是啊。以后的事儿，以后再想，以后再说吧。大伯，大伯！老周，老周，你看我喝了那么多酒，没事吧？都怪我，都怪我。你说我为什么手机不充电？为什么不接电话呀？我要是接了电话，我知道手术出了意外，肾脏只能保存3个小时，我一定亲自给他们送钱过去给他们做手术。你说这是为什么？行了，你千万不要别扒了我，都是我的错，因为我没有答应庭外和解，所以他们拿不到钱，拿不到钱，他们就做不了手术，所以才产生今天的后果。你别这么想，你千万别这么想，其实不是你一个人的错。是各种小错误罗列在一起，最后变成这个结果的。如果是你一个人的责任，还不如说是我们大家所有人的责任。我也有责任。那我问你，我追求的那些正义，那些所谓的法律道德意义，有什么用啊？啊？连一条人命都救不了，有什么用？有什么用？当然有用，老周。一次的失败也许会给我们造成很大的打击，但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把我们打垮。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完美这么一次，可是我只知道，我们应该不断的、继续的去追求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不管有没有人真正的在考虑我们、在乎我们到底怎么说的、怎么做的。但是我们都应该永远保持我们的忠诚还有热血。老周，除了马跟木，还有更多的人，他们需要你的帮助。是啊，我懂。喝这么多，来，送点走，送点走。慢点，没事。送了，送了。
想什么呢？没想什么，都淤出来了。哦，没事吧？没事，想多喝点水啊。我听见回声，来自山谷和心间，以寂寞的镰刀，收割空旷的灵魂，抚几段的诱饵，捕获缥缈的唯美。我相信自己，生如璀璨的夏日之花，不凋不败，耀眼如花。一路走来，一路盛开。我听见爱情，我相信爱情是一滩